他也来到了我们的发布现场。太帅了吧！作为全球009的首批 VIP 的车主之一，我想问问我们的天王表现满意吗？谢谢。我相信大家都满意。大家好，我现在人在香港的亞洲國際博覽館這邊來出席極客009的國際發布會。那其實極客009它並不算是一個新車，因為我在1-2年前的時候已經在杭州杯吉利汽車公司的總部看到了這台車子。然後今天在香港這個算是一個國際發布會，就是說它的兄弟車款 Volvo EM90 目前只供中國國內市場。但這個極客009就已經準備要揚帆出海，然後以香港作為這個右舵版本 right hand drive 的 version， 所以接着香港、澳門再到泰國、印尼、馬來西亞都會去看到這個版本。然後今天要 launch 的這個極客009呢，它其實算是一個升級版，不可以算改款版啦。所以影片開始之前，我是戴主義，記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Facebook page。Let's go， 因為這邊很方便啊，就機場、酒店跟這個博覽館就在同一個地方，然後後面又有地鐵站。那其實，在發布會現場的外面已經能夠看到這個極客009是已經上路了的，然後它是有2個車牌啊，說上面是粵 A 的車牌，下面是香港的黃色車牌，所以我不確定它這個到底是香港注冊的車，還是從廣州注冊的車子這樣子。這邊寫着極客香港，應該是這邊的這個 showroom 的車子。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車身尺寸啊，因為它是一個電動車，然後電動平台，所以通常電動平台的軸距都會比汽油平台還要來得長。所以如果這個 Alpha Wildfire 是3000個 mm， 這個是3200多個 mm， 比它再長一點點。然後因為電動車通常車頭會比較短，所以整個 portion 上你完全不會說因為電動車就犧牲掉空間，所以它要打得很明顯，真的就是Lexus， 甚至到 Lexus LM 了啦。但是因為對馬來西亞來講，這個車子如果以電動車的形式出來，它就可以獲得這個稅優豁免稅價。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極客009的車頭呢，它用了非常大面積的這個 chrome， 然後它會有燈光在裡面，是一個 glowing 的 glow。然後我剛才這邊注意到它是左舵版本呢，就是從廣州進來的吧，應該是中國豪華引領世界全新極客009上市發布會。雖然講是國際發布會啦，不過它整個東西從頭到尾都是簡體中文 ，not even 的繁體中文。今天極客要讓來自中國的豪華製造全球同享，中國豪華引領世界。那在香港出席一個中國車的發布會的感覺是非常特別的，因為現場 of course 是中國大陸人多，然後因為地點在香港嘛，所以還是會有很多來自東南亞的這些汽車媒體VIP 客戶經銷商等等。那今天發布會現場也請到了謝希曼。レシーバーの3番ボタンを押してください。現場提供泰語、韓語、日語，現場interpreting translation。大家好，歡迎來到中國香港。中國人對豪華 MPV 的認知從香港開始，大灣區更是傳統豪華 MPV 的發源地。保姆車的搖籃，而今天我們來到這裡，將和大家一同來見證全新一代極客009的全球發布。全車超過1半以上的總成部件全部升級，進化的幅度前所未有。從今晚開始，全新的極客009就是全球豪華 MPV 的新標杆。就在剛剛過去的6月份，我們的產品交付超過了2萬台，也創造了單月交付的新紀錄。在售價20萬元以上，所有的中國純電品牌中排名第一。極客就是中國豪華純電的冠軍品牌。豪華 MPV 的標杆是豐田的阿爾法。是奔馳 V， 從香港到大陸，從明星富豪到商界精英，這些車型的出現，第一次讓中國消費者對豪華車的理解
超越了轿车和 SUV。那即使到今天，他们也仍然是细分市场非常成功的产品。以他们为榜样，在2022年底，我们发布了全球第一款的原生纯电 MPV 极氪009，它也是中国品牌打造的第一辆豪华的 MPV。上市第一年，它就成为了50万元以上的全品类的 MPV 的年度销量冠军。在009的用户中，来自传统豪华品牌的用户超过了75%，其中排在前3名的分别是奔驰的迈巴赫、埃尔法和路虎揽胜的车主。感谢那些传统豪华品牌，让我们认识了豪华 MPV。但今天作为豪华 MPV 的领导者，我们要让全新的极氪009从中国走向世界。女士们、先生们，请容许我为大家带来史上最强的豪华 MPV 的家族——极氪009家族。针对于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地区销售的全新009将同步上市。基础版本就是全站800伏的高压架构，标配最新一代的超快充的5C 麒麟电池。四驱版本 CLTC 的续航里程最高702公里，两驱版本续航里程最高740公里。这是在所有800伏 MPV 产品中的排名第一。全球充电速度最快的量产纯电，只要11分半，电池的电量就可以从10%充到了80%，真正做到了充电10分钟续航500公里，表现全球第一。建最好的充电网络和造最豪华的纯电产品是同样重要的。这样的表现已经可以媲美甚至超过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的燃油车。为了彻底的消除用户的里程焦虑，续航900公里的极氪009也来了。CLTC 的续航里程直接升级到900公里，它就是纯电 MPV 的续航天花板，2200公里。全新009只充了3次电，而且这还是108度的电池版本。它比库里南的12缸的大排量增压发动机还要多出200多匹马力。全新009就是全球加速最快的 MPV， 它也是3秒俱乐部中唯一的 MPV 的产品，更超过了屏幕上所显示的这些奔驰、宝马的旗舰轿车的动态属性的表现，也做到了同期中的最佳。如果展开讲，我想发布会可能要开1个星期，但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我想只谈其中一个重点。这类产品最危险的事故就是连环追尾，尤其是遇到了大型的车辆的时候，乘客的伤亡率是最高的，而且主要是集中在第1排和第3排。为此呢，我们用最高2000兆瓦的高强度钢，打造了纯电 MPV 中第一个双 A 柱的设计。
我们也第一次将一体压铸应用到了 MPV 上，也开创了中国品牌自研自制一体压铸的技术先河。我们先让009以60公里的时速追尾到前方完全静止的重型卡车，再让后方的中大型的 SUV 以超过55公里的时速再次追尾009。您好，极客集团人车救援中心收到车辆突发报警，小朋友发生紧急情况吗？41模拟的是高速公路上的连环追尾事故，所有的车门可以正常打开。前排气囊全部打开，保护驾驶。车灯双闪也及时打开，警示周围的车辆和行人。紧急救援系统依靠及时接通，提醒交通事故的发生，并发送事故信息。极客009采用双 A 柱设计，经过2次撞击，前 A 柱发生变形吸能，后 A 柱没有发生弯折、变形和断裂。遭受中大型 SUV 的撞击以后呢，它的尾部出现了退缩，但是它的 C 柱和 D 柱都是完整的，有效的保护了车内第3排车员的空间。一体式压铸后端里程灯，有效的防住了此次撞击。极客009的电池没有漏电，没有冒烟、燃烧、起火迹象。那在这里呢，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全新009的2排座椅就是全世界第2滑的大沙发。当然，我知道，那是不是大家觉得奇怪？这次为什么不是第1了？比全新009 2排更好的，就只有009光辉上50万元一把的座椅，坐垫的长度、厚度、靠背的高度、宽度都超过了阿尔法，从头到脚最多有16项的调节。在我心中，有2个非常我欣赏的伟大的产品经理，一个乔布斯，一个比尔盖茨，而他们都是这把躺椅的忠实粉丝。座椅的靠背会调整到132米，坐垫还可以按需要求升高20毫米，让身体呈现在最自然的后仰状态，与前排的座椅的背后的脚踏形成一个完整的平面，让腿与脚可以完全伸展，保持全身的血脉通畅。这就是汽车界的伊姆斯的躺椅。另外呢，全新的009全系标配30个扬声器的雅马哈的音箱，无论是功率还是扬声器的数量，都远超其他的豪华 MPV， 也和雅马哈的工程师们为全新的009创造了行业中唯一的一个7.1.9声道的杜比全景声的座舱。从头顶上，从前到后，我们足足布置了9个天空声道。它相比普通的冰箱，它可以精准地控制冷热的温度，还带有紫外线的杀菌功能。不只是水果、饮料，就算是药品和婴儿食品，
都可以放心的保存。制冷最低零下6度，制热最高50度，还支持24小时的离车工作。他也来到了我们的发布现场。太帅了吧！作为全球009的首批 VIP 的车主之一，我想问问我们的天王表现满意吗？谢谢。我相信大家都满意。全系一共5种外观颜色，4种的内饰风格，3种的轮毂造型，还有标志性的高亮银色的前格栅，人民币46.9万元，45.9万，43.9万，另外加5万元。6个版本的配置也有所差异。116度极星电池包采用双电机的4驱系统 ，WLTP 的续航里程最大582公里。全新的极氪009的6座版，6座、7座的价格相同。那当然也基于香港当地的税收和补贴的政策。6座版在香港的最终售价为75.5万港币。我们也会将在今年第4季度批量开始交付。当我们把产品做到足够的极致、足够的优秀，就可以打破细分市场固化的边界。无论 MPV 还是 SUV。对于所有的需要大空间和极致豪华体验的用户，极氪009就是首选。4座首选光辉，6座、7座首选全新的009。Alright, so 因为今天整个发布会是长达1个小时半所以我拍出来的画面其实只是占了整个发布会的冰山一角这样子啦，我就把最重要的部分给截取出来给大家看，算是一个 summarize。发布会讲的东西当然是老王卖瓜，这肯定有的，只是看我觉得整场发布会下来是有说服到我啦，至少他在做一些对比、做一些测试的时候是给我们看到比较真实的东西，所以不是打很多擦边就是讲一些很模棱两可的话。所以整个东西是很 in your face， 真的是把那个刀放在 Alpha 的脖子上面这样子所以今天整场发布会呢，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吉利集团的大佬安聪慧先生一个人独挑大梁，就好像 Steve Jobs 这样子，好像你知道吗？好像那种 IT 科技的 CEO 这样子，一个人从头讲到完。如果是一个 iPhone 的发布，可能也有5个设计师，不同人讲不同的部分，他一个人全部讲到完。所以这是相当 impressed 的。然后你回头你还是要想想呀，虽然这个是一个sort of 国际发布会，可是其实 MPV 这个东西MPV 它还是非常的香港非常的新加坡，非常的东南亚、泰国，你知道吗？包括印尼，包括亚洲地区。所以你看它的海外销量的大概也大概是不多啦，compared to国内市场。所以你看它发布的整个价钱肯定是中国大陆的便宜，配置中国大陆的比较多。然后它的规格中国大陆的比较好，电池也提供比较大的电池140 kWh。香港的售价跟中国大陆比起来又会有一定的差距，包括中国大陆讲是800V，香港的这边是400V，香港400V， 马来西亚应该也是400V啦。因为大家知道 MPV 最后它还不是说美国、欧洲市场的东西，甚至是澳洲啦。所以你讲SUV 等等这些东西可以讲，可是 MPV 就像打个比方，我们讲在德国 Wagon S-Start Touring 车型，其实只有在德国能够卖多过Sedan，其他国家都是很难去接受这个车型。所以 MPV 也是一样的 ，MPV 它是一个很香港的东西，所以极氪就在这个领域上真的是交到了一张非常非常好的作品。这个成绩单但是销量的成绩单在中国国内我相信是有啦，只是我们代表海外来，我们就要看看在海外的这个实际上的成果是这样子。所以当然关于车子的东西，相信过后肯定有机会试驾试坐再介绍这个车子。就今天主要就是一个带你们去看现场的汽车发布会，因为过去我很少有机会出席到纯中文的
汽车发布会，所以在我简介的时候，我也可以直接放出来，我的观众都能够看得懂。要再次感谢这个 Zeekr Malaysia。Zeekr HQ、Zeekr Southeast Asia 邀请我来到香港这边，这个亞洲國際博覽館這邊出席極客009的發布會。所以我是在注意，記得加入我的 YouTube 會員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And 3, 2, 1, cut. 不好意思，不是往后退，往后退，行。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请别了，可以，可以，不要对，不要对，动。这个可以真的。